朋友们好，我是石头。今天我们是继续回到乡里面来看木匠师傅装修木房子的过程。这边啊，3楼的木板，前2天木匠师傅在底下清理好了，都开好了公母榫，现在已经给3楼的楼板给铺起来了。整体的效果大概就是这个样子，大家也可以看一下。这一间已经铺的差不多了，上面还有点缝隙。后期呢，我们在这边要做一个桑拿板的斜面吊顶，那些缝隙是看不到的。大家注意了没有？这边啊，方子和方子之间是用这样的一块木条子把它支撑起来。大家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以前建房子的时候啊，上面的这些春木方子，它是有点点，不怎么直的，有点幅度。那现在装楼板了，就要把它纠正起来，意思呢，也就是用方子这样子给它支撑起来，然后呢，上面铺上木板，在方子这上方还要钉一些铁钉的，所以铺了木板之后，这样子一调整，那整个方子就给它拉直了，这样子啊，从底下看起来也更好看一些。3楼的板子铺好了之后，整个房间的楼层高度大概就是这个样子，感觉也挺不错的。前面这个房间透光性很好，因为我们整个塞壁全部都是打上格子，以后要装上玻璃。这边啊，我们也是一个过道，但是之前我们是准备在这里装2扇玻璃的，透光性要好一些。后面想了想啊，在这边做个小小的储物间，可以放一些东西，所以那2块玻璃呢就不装了，直接用木板给它封起来。上面呢也是铺上这样的板子，还有这一间已经是铺好了板子，整个前面这里是平的，后面呢就是一个斜角。这个房间它是和1楼同样的宽度，但是楼层高度没有1楼那么高了。整个房间它的顶呢是呈现这样的一个状态，当然作为房间也是完全够用的。包括以后我们2楼晾晒一些衣服，可以在这里面。毕竟我们这栋房子建好了之后有9个房间，可能房间是用不完，可以留一些衣帽间啊，可以平时在这边晾晒一些衣服。这边铺木板和之前方法都是一样的，全部都是开好公母榫的板子，一块一块的给它拼装起来就可以了。刚才我们在2楼看师傅铺的那些木板，都是在这边清理出来，然后搬上去，一张一张的拼接起来。这边还有一堆呢，这都是前2天从城里面买的杉木板，这边已经清好了边，并且都开好了公母榫，外面还有一堆还没有清完。在这边做木匠啊，有很多废料，像这些基本上都没啥用了，全部堆在这边。后期我们要给它清理出来，以后只能做柴火了。当然，以后房子建好了之后，像有些小的木方呢，我们还可以去做一些小小的手工艺品，暂时给它留着吧。
在铺楼板，争取今天一天的时间，两边的3楼给铺完，从这边走上去。刚才我们是看右手边的房间，现在我们去左手边的房间看一下。它这边也装好了80公分高的墙板，就是这样子的。是楼梯的一个过道，这上面是准备打上格子的，所以暂时呢框架已经给它做出来了。这边铺楼板也是木楼梯，上上下下的，这样子方便做工一些。那一间已经铺的差不多了，现在开始铺这间了，木板都已经全部搬上来了。最难铺的，我发现还是碰到这些立柱的位置。因为这些立柱呢是圆形的，这些板子呢就要锯一个口子，然后呢把它嵌入进去，这样子呢没有缝隙，显得是更好看一些。铺好了第一块之后剩下的就简单多了。这一间也是分成了2个房间，前面一个，后面一个。中间是有一个公用的卫生间，要先把两边给铺好，然后再铺中间的。看这边也是碰见立柱的位置，也要给它锯一个口子出来。3楼的板子也都是杉木，稍微要比2楼和1楼要薄一些。因为3楼铺好了之后人是没办法上去的，所以就是为了防止掉下来一些飞尘，3楼的板子我们就买的薄一点点，这样子呢能够节约一点是一点。这一面墙装好了之后整个2楼的客厅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还是有这么宽。这背后有一面墙，它显得就是不会那么的空旷。以后这边全部打上格子。上一期我不是在视频里面说了吗？要不要做那么一排柜子？以后呢可以方便摆放一些东西，比如说在2楼呢，我们喝酒什么的都可以摆放在柜子里面，也挺方便，包括一些茶叶之类的。大家觉得如何呢？这些板子我们买的都是2.2米的，当然之前有一些短一点的料，我们也全部给它用起来。基本上这个房子装修好了之后所有的木料也用的差不多了。还有这个排上方，也就是这上方我们是不打算把这些空隙给装满，因为我们把这些方子去掉了之后，要从上面做一个吊顶。吊顶之上的话，就给它留着通风透气。但是两边的话，我们还是要给它全部封起来。爬楼梯上去看一下，修的是当时的话嘞，老你嘞，修的是当时的，这上面就没有多高了，
实际上面是可以堆放一些杂物的。中间呢，人还是可以站得起来，里边的话就很低了。板子和板子交接的位置还是要用钉子这样子把它固定起来。刚才我说的就是这些空隙，这边的板子铺好了之后啊，这些空隙要给它全部覆盖起来，意思也就是透不到光的。以后这上面呢就是一个密闭的空间，可以堆放一些杂物。那怎么上的呢？我们就准备在这里，做一个活动的一块板子，装一个荷叶。要上来的话，直接打开就可以上来了。大家可以仔细的看一下，师傅钉这些铁钉啊，都是斜着钉进去，这样呢时间久它是不容易被挤出来的。说每个地方都是有很多小细节的。一个上午的时间，这个房间啊基本上已经铺好了。那下午又铺那边的房间，整个3楼的板子铺完了之后啊，接下来要把这些方子去掉了，然后呢也开始要做楼梯的栏杆扶手。这边打上格子，还是可以透气的。这边也都是一面钢板墙，这样子我觉得还是比栏杆扶手显得更好看一些吧。这个楼梯过道啊挺宽的，搬一些比较大的物件也比较方便。很多人说装修一栋木房子需要的时间太久了，尤其是从房子建好到装修，整整要2年多的时间。建一栋砖房更划算一些。可能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吧。像我们南方这边，阴雨天气很潮湿的，砖房地面很容易积水，木房住起来要舒适得多。所以回到农村，我是花了这么多的一个费用去建一栋木房子，以后用来养老。我个人是很喜欢木房子，毕竟我们从小到大都是在木房里面长大，还是有那种情怀吧。好了，朋友们，那这期的视频呢，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。我是石头，如果喜欢我们这边的木房，喜欢我的视频，还记得点个关注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